到午门了。古时候说推出午门斩首的地方，但其实午门斩首这一说法有点不准确。历史上，午门被用作宣布判决的地方，午门斩首只是体现了午门的威慑作用。从午门门口正门进去了。最中间这个门，我记着好像是皇帝走的，两边是大臣走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哈。进到故宫里面，我们先通过的是金水桥。金水桥底下还有好多锦鲤。正前方就是太和门，太和门位于故宫的正中央。从午门到太和门之间的道路被称为中轴线。太和门是紫禁城南北主轴线上最重要的门楼之一，它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。只有皇帝及其高级官员才能从这个门楼进出，而普通百姓和官员则无法接触到这一神圣之地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就到了太和殿。现在看到的就是太和殿。故宫的路都不太好走，因为它这个路是已经很长的时间的路了。太和殿屋顶铺设金色瓦片，正面有3扇门，中央大门是供皇帝使用的，左右两侧的门用于皇亲贵族和官员。大殿内有精美的龙椅，是皇帝在重要仪式中所坐的位置。在明清两朝，太和殿一直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、接见大臣、处理国家政务的地方。当新皇帝继位时，太和殿是举行登基仪式的主要场所，皇帝在这里举行宣告继位的仪式，并接受朝臣的朝贺。继续往后走，我们就到了中和殿。中和殿位于太和殿和保和殿之间，是皇帝举行仪式和重要朝会时的中转场所。它与太和殿、保和殿一起构成了紫禁城中的重要核心区域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就到了乾清门。乾清门连接着紫禁城的前宫与后宫。我们在这里可以先不进乾清门，先去西边的慈宁宫。慈宁宫现在是个雕塑馆，里面展出了很多精美的雕塑。雕塑馆，进去看一眼。它这个雕塑馆是在慈宁宫里边。去瞅一眼是什么？慈宁宫展出的雕塑虽然不多，但是几乎个个精美，有明朝时期的金漆女官像，有陈佐造铜鎏金文书像，元时期的泥塑关公，还有个东汉时期的2人拥抱亲吻时刻，有几个辽宋时期的木雕佛像，相当精美，值得仔细看一看。
从雕塑馆出来，我们进到寿康宫，这里边也还原了当时重庆皇太后居住时的陈列。寿康宫原是乾隆皇帝为生母重庆皇太后所建造的。重庆皇太后就是大火的电视剧《甄嬛传》里面的甄嬛，推荐大家都来看一看。从寿康宫出来，我们再回到乾清门。乾清门的存在是象征着从外界朝廷到皇帝私人领域的过渡，是权力与私人生活的分界。通过乾清门，我们就到了乾清宫。乾清宫是清代皇帝的日常起居和办公场所。继续往后走，就到了交泰殿和坤宁宫。交泰殿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，这里是皇后举行册封和寿庆等典礼的场所。坤宁宫是后宫的主要居住地之一，皇帝的皇后和其他妃子通常住在这里。在清朝时期，皇帝和皇后的成婚仪式一般在这里举行，象征着后宫的和谐与皇家血脉的延续。继续往后走，就到了坤宁门。坤宁门东院就是故宫餐厅，大家可以在这里买点饭吃，也可以点点下午茶。餐厅里有热狗、鸡翅等，种类很丰富。进到坤宁东院，喝个下午茶。下午茶有各式各样的糕点，推荐大家来尝一尝。不怕冷的可以坐在院子里，仿佛当时的皇帝和妃子在用膳。下午茶结束后，我们可以去东边和西边的各种后宫宫殿看一看。我先来了东宫，最先到的是景仁宫。景仁宫原是康熙出生之地，乾隆皇帝生母熹贵妃也在此居住过。里面展出了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。我们现在到了延禧宫，延禧宫就是一个烂尾楼，后来又被炸毁了，但是结构上看上去还是很高级。从东宫出来，穿过坤宁宫，我们现在就去西宫。我们现在先来的是太极殿。太极殿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举行祭祀活动，具有很重要的宗教意义。太极殿，在这里，皇帝不仅履行宗教仪式，也展示了天命与权力的合法性。里面也展出了很多的文物，推荐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。
从太极殿出来，我们来到了翊坤宫。翊坤宫是皇后和妃子们的主要居住地之一。在这里，皇后负责管理后宫的事务，处理宫廷的内务，例如接见宫女、安排宫廷事务等，维护宫廷的秩序和和谐。翊坤宫里面也展出了很多的文物。储秀宫应该能透过玻璃看见里边。我们现在来的是储秀宫。储秀可以解释为储存与秀丽，意味着这个宫殿是储藏才华和秀丽之地。对于清代而言，储秀宫不仅是后宫成员的居住地，更是为皇帝继承人，特别是皇太子提供教育和培养的地方。从储秀宫出来，我们就到了御花园。等到御花园了。御花园是皇帝与家人、宫廷成员进行休闲、游览、赏花的场所。皇上看见妃子在这里边逛秋千。这就是排水口。古时候下雨水大的话，从这儿排出来，从这个口里边。到神武门了，神武门出门就出故宫了。您的参观就到此结束了。然后对面是景山公园，景山公园咱们有机会也可以去一下。景山公园上面直接上到那个亭子上面，可以看到整个故宫的全貌，拍下来很好看。等我有机会带大家看一遍。我之前上去过，我放一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。今天故宫之行到这儿结束了，这边就是景山公园，给大家看一眼。这景山上面也全都是人。从故宫出来后，晚上我们可以去王府井逛一逛。王府井就在故宫附近，步行20分钟就可以到。王府井的钟，买了一个花茶冰激凌，给你尝尝。味道咋样？还可以啊。我感冒了，不能吃。走吧。王府中环。手工巧克力是软的，现在看一下。这两边现在也都有这种小商店。这儿有一个熊猫主题馆。这是没色儿那熊猫，7仔。还有熊猫背包，它这个质感还不错，有点类似于貂皮那种感觉。
还有熊猫帽子，很柔软。还有各式各样的熊猫挂饰，上面是欧米伽钟，底下就是王府井百货大楼。这大楼应该是北京最老的商店百货大楼了。我给你会啊。进到商场里边逛一逛 ，APM 商场里面逛一逛。